熬不过3年，不是说这些创业公司没有机会活过3年啊，而是说大部分创业者的心智还没熬到3年就已经崩溃了。创业的本质是掠夺与创造，它需要创业者付出极强的精力、心力甚至健康，才能从残酷的市场里面捞出来一点肉。这个过程有点像打游戏时候的打怪升级，需要你内心有足够多的血条才能连续抗击打。但是大部分创业者还没有闯过新手村，心理血袋就已经用完了。真正更可怕的是，消耗掉他们心理血袋的不只是创业本身，还有其他一些隐性因素。这些因素像吸血鬼一样拼命消耗着他们的心理能量，这些吸血鬼才是导致他们心理崩溃的最主要原因。我把他们叫做创业路上的隐性陷阱。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刻，或者正准备创业，一定要把今天这个视频的内容认真看完，看透这17个隐性陷阱，可以让你创业路上少走很多弯路。1、好想法可以赚大钱。大多数的创业者在选择创业时，都是因为一个好想法、好创意。事实上，好的想法对于商业的成功，既不是充分的条件，也不是必要条件。毕竟好想法是否可以实施才是最重要的，否则只是空想。比如微软的成功，但是在它的整个发家史上却找不到一个完全独创的好想法，他们基本都是在模仿对手的想法，并在竞争中打败对手。如果以好想法作为判定，认为成功都是因为有一天有一个好的灵感、好的想法，那么只能说你是痴人说梦。2、产品都会有人用。我们在创业的时候都会选择制定各种产品，或许这个产品并没有市场前景，但是有些创业者就会心里安慰，产品都会有人用。其实产品都会有人用并非是产品的真正的价值，但是很多创业者却傻傻分不清。3、不申请专利，别人会偷走你的想法。事实上，没有人会对你的想法有兴趣，除非你的想法被证明是成功的，但那时对于偷学者为时已晚。即使说真的有人对你的想法非常认同，但是他聪明的话，自然会选择跟你合作，如果不是，他做什么都是威胁不到你的。有时候专利可能还是有点用的，它会让投资人感觉很保险，但我强烈建议你自己来处理专利申请。通过一些学习，你可以做得比专利申请的代理商做得更好，而且可以节省一大笔钱。4、你的看法很重要。很多成功学都会倡导创业者要时刻反思自己的看法。事实上，你和你的合伙人的看法并没有任何意义。重要的是客户看法，毕竟客户才是你们的利益创造者，你们只是产品的创造者，而不是使用者，客户才有更多的发言权。如果你不在意客户的意见，那么用户群会越来越小。5、盈利模式不可信。很多创业者都会有一个理想值，但是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生意会赚多少钱，也无法预估市场如何。就像艾森豪威尔说的，计划一无是处，但做计划却不可或缺。但是很多创业者都会犯一个明显的错误，他们常常或抱有这样的想法，只要我们占有1%的市场份额就可以赚大钱。其实操作起来并不是如此。6、知识比人际关系重要。很多人都会认为知识最重要，也是一直信赖的道理。实际上，人际关系比知识更重要。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创业中，都会发现办事都离不开人际关系。这并不是说聪明、有学问没有用，你的学识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你会被推荐给谁。7、我需要启动资金500万。很多创业者都会苦恼没有启动资金，甚至还有期望是500万的启动资金。如果你的想法并没有实施，你觉得会有馅饼吗？只有陷阱。其实你不需要启动资金，但你必须愿意自己去做。你必须自己实现自己的想法，没有人会为你去做，也没有人会出钱雇人为你去做。原因很简单，如果你都不愿意为你想法的商业潜能而放弃你的休息时间，为什么别人要用他们辛苦赚来的钱为此冒险？8、最好没有竞争对手。如果你所处的行业没有竞争对手，最有可能的理由是它根本就不能赚钱。这个世界上有60亿人口，几乎完全没有可能还存在一个没有任何人发掘的有利可图的市场。
所有这些都可以总结成一句话：重要的是客户。商业成功的不只是一个好想法，好想法到处都是。商业成功是需要有一个好想法，组织一个好团队，把想法做成好产品，最终把它卖给客户。很简单，也很复杂。9各抒己见。关键性的权利在创业的初期是不能下放的，关键性决策和主导权全部抓在自己手里。下属可以有想法，但永远是你来决策。创业初期，一言堂的存活概率是最高的，因为团队的内耗最小，业务模型没跑通之前，本来大家的想法就都是在试错，谁也不知道谁对谁错，你听别人意见，如果没成，你还要再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一遍。如果成了，我告诉你，隐患更大，因为他接下来会一直给你提意见，上次就是听了他的意见才成，懒得骂他，他就觉得自己能了。如果你不听，还拒绝他了，这时候你还决策失误了，你觉得他心里会怎么想？看笑话，明白了吗？创业初期就是要做一言堂，减少团队的内耗。10股权陷阱。股权是公司里唯一一件比业务更加重要的事情。公司内部的矛盾瓦解 80% 全是股权的原因。第一次创业的人喜欢平均分配股权 33%， 一人一半，平均分股权是最烂的分法，没有之一。因为没人能拍板了，所以底线是你占 51%， 剩下的按照出资、物力、人力来分开计算。如果不懂，就花几千块钱找个股权咨询。我有的时候真的很搞不懂一些老板啊，在这种关键事情的上面呢，又舍不得花钱，随随便便。但请那种根本没有下文的客户吃饭，又大手大脚，这是典型的把钱花在刀把上。而且投资人是不会去投股权问题很大的公司的，不要等到你真的出问题了，或者你想融资了才反应过来。11不亲力亲为。以为创业呢就办公室一坐哦，两手不沾阳春水，打电话钱就来了。听好，任何的创业上来干的就是泥腿子的活。为什么很多管理高管反而会创业失败？因为高层职位待久了，他根本扎不下来，让天天开会讲报告的人重新回到一线实战，心里是会有落差的。跟你跳过来创业的团队呢，他们也第一次看到你这么狼狈，心里的预期会直线下降啊。本来以为你是个将军，结果跑过来发现你连士兵的活都干不来。一部分人会马上切换立场，拿你当笑话看，团队没有凝聚力了就直接崩盘，那应该怎么办？开始就直接说清楚哦，过来就是干你腿子的活，全圆你腿子啊，愿意跟着再来，本来就是九死一生，那活下来都困难，你不要去给什么高预期。12知根知底。创业初期不招亲戚，不招朋友，不招所谓的兄弟，他们知道你以前不如人的样子，所以他们对你也没有敬畏，你也树立不了威信，骂又不能骂，打又不能打，还天天跟你闯祸，以为自己跟你关系很好。亲戚是永远摆不正自己位置的一个群体，你要是成了，他就觉得你还是当年的那个你呀，有什么了不起呀，你把他开掉吧。他出去会说你薄情寡义哦，自己人都不愿意拉一把，你看你有办法反驳吗？13朝令夕改。乱改大方向，今天想干这个，明天想干那个，底下的人换2次方向，马上心力憔悴，因为你一换方向就是否定了他们之前的付出，他们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，那下一次他们就会心存怀疑，不敢发力，就怕你开个会方向又变了，时间一长，那团队就没有朝气了，优秀的人全部都走了，留下来的全部混吃等死。14舍本逐末。抓不到公司的主要矛盾，这个我真的见过太多了。明明公司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客户，你非要讲什么服务，公司一共就没几号人，渠道都没搭好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你去搞管理，所有问题本末倒置，初创公司就是野蛮生长。所有人用最快速度跑出业务模型，跑出来再说制度，所有的细则是根据你公司的实际情况慢慢加出来的，是为业务服务的，不是说你搞了个形式主义跑来限制业务的。如果没听懂，一定要反复多听几遍。15原生家庭陷阱。你能想象，在创业路上，有时候伤害你最深的，恰恰就是你的亲人吗？我有个客户张总，他说他差点被他亲妹妹送进监狱，听得我是毛骨悚然。张总出生在农村家庭，
家里兄弟姐妹多，家境并不富裕。他还在上初中的时候，父母就让他辍学，趁早出去打工，帮家里挣钱。张总说，他几乎是以死抗争才能够继续上学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他为数不多可以改命的机会。而且从高中以后，他就没有花过家里一分钱，一路上勤工俭学，直到大学毕业。有时候家里缺钱的时候，他甚至还会想方设法帮衬一点。大学毕业以后呢，张总就开始创业，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也挺难，但是因为他不怕死不要命，事业就逐渐有点起色。事业没起色的时候还好，一旦有点起色以后，一路上从来没有帮过他的父母，就开始问他要钱，简直就把他当成了提款机。要钱就要钱吧，张总忍了。后来张总他母亲就让他把弟弟和妹妹都安排进张总的公司。以这两人的实际能力其实跟公司的岗位不太匹配，但是这一次张总看在姐妹情分上就答应了。进公司就进公司，俩人要是好好干也没什么事儿。后来张总的生意越做越好，一年能有上千万的利润。这个时候张总的弟弟妹妹就开始作妖了。他们跟张总说，你得把公司的利润跟我们分一半，因为我们是兄弟姐妹。张总听完觉得匪夷所思，当然是不答应。然后这两个鬼就干了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找妈妈，老太太被弟弟妹妹煽风点火以后，就跑到公司大闹，说他们是你的弟弟妹妹，你把你的钱给他们分一半，怎么了？第二件事情，张总妹妹威胁他说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把你公司的税务问题捅到上边去。张总说，如果有选择，他就是死也不想出生在这样的家庭。有时候普通创业者想要通过创业来跨越阶层，第一个冲出来拖住你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你的原生家庭。他们这么干真的是因为他们有多坏吗？倒也不是。我看过一个非常好的隐喻，整个中国社会分为9层，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一层的洞穴里。如果你的父母生活在第7层的洞穴里，当你想要往下掉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拼命拉住你，避免你整个人往下掉。如果你的父母生活在第2层的洞穴里，当你想要往更高阶层上爬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用力拖住你，并且告诉你那个洞穴里有危险。因为让每个人真实理解世界的，从来都不是大脑里的知识，而是他身处的阶层洞穴。所以如果你想要通过创业跨越阶层，你一定要趁早明白一个道理，你的原生家庭给你的所有建议，本质上都是把你拉回跟他们一样的阶层洞穴。而你要做的就是忽略他们给你的建议，远离他们给你带来的消耗。16. 底层圈子的陷阱。很多年前，我们家承包过2个鱼塘。这2个鱼塘呢，挖的时候村里的人都挺高兴的，毕竟不仅承包鱼塘的时候他们分到了钱，而且挖鱼塘的时候他们也都赚到了劳工费。虽然干活也是挺累的，挣的钱也不多，但是大家也都是其乐融融。第1年捕捞的时候，我印象非常深，完全是大丰收，每一条大头鲢鱼有10几斤重，跟一个小孩一样高，我们家也赚了不少钱。结果到第2年5月份的时候，有一天夜里下暴雨，第2天发现鱼塘里的鱼全都被毒死了。看着鱼塘里的满塘死鱼的，我爸的心在滴血，虽然也报了警，最后也是不了了之。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我爸还自我安慰说这只是个小概率事件，本来还想继续弄，直到有一天他听到村里的村民都在背地里议论，凭什么我们累死累活挖的鱼塘，他现在撒点鱼苗进去就能躺着赚钱。听到这话以后啊，我爸彻底心凉了，再也没有在村里做过生意。我爸当时说了一句话，我印象很深，他说有些人宁可一块穷死，也不愿意一块发财。社会学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螃蟹效应，说的是当有2只以上的螃蟹在篓子里时，每一只都争先恐后地朝出口处爬。但当一只螃蟹爬到篓口时，其余的螃蟹就会用钳子抓住它，最终把它拖到下层，由另一只螃蟹踩着它向上爬。就这么循环往复，
最终没有一只螃蟹能成功爬出去。而这就是底层圈子里人的心态，自己过得不开心，那么我就想看到别人也不开心，如果自己爬不上去，也拉住别人，让别人也爬不上去。说到底，人性最大的愚蠢就是见不得别人好。一个创业者想要摆脱底层圈子对你的牵引，身上还必须得有点决绝的狠劲儿。比方说《水浒传》里的高俅。高俅这个人吧，一没品行，二没学识，最倒霉的时候连喝凉水都塞牙缝，经常混迹风月场，不被任何人待见。在当地待不下去了，先是投靠柳大郎，一住就是3年啊，紧接着被推荐给小苏学士，这时候已经有跃升龙门的苗头了。再后来偶然认识端王赵佶，一路堆雪球，滚雪球，雪球越滚越大，最后纵身一跃，鸡犬升天。高俅能得贵人帮扶，与他的当机立断有很大的关系。踢得一手好蹴鞠的高俅，最早是个不入眼的小混混，升官发迹后，以前的狐朋狗友纷纷前来巴结讨好他。这时候，底层圈子的犀利就开始对高俅产生牵引力，但高俅选了一个非常聪明的玩法，把过去老找他的地痞哥们集合到一起，请他们大吃一顿，再请提前安排好的衙役把这些地痞痛打一顿，关系到这里就彻底断了。后来王爷当了皇帝，高俅也混上了太尉，成功摆脱了底层圈子。高俅为什么能一跃龙门，跻身跳入高阶层圈子？正因为他在底层圈子常年混迹过，越往上爬就越明白人性以及圈子的本质。虽然高俅这人确实不咋地，但如果抛开是非对错，从个人命运的角度看，他有特长，懂人性，有才华，能主动剔除对他不利的影响，才能成功破局翻身，混进高阶层圈子。创业呢，就是爬高楼，当你站在1楼的时候，你看到的都是垃圾跟肮脏，不仅如此，你身边的人还不停地告诉你，你也是个垃圾。当你爬上10楼的时候，你看到的都是风景，身边朋友很多，而那些1楼的人骂你，你听都听不清，也根本不会在意。当你爬上100楼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是整个天地，高处不胜寒，而那些身处1楼的人都会来跪舔你，崇拜你，追随你，你就是神。创业之路是摆脱底层圈子牵引之后的攀爬之路，就是一条成神之路。17若是价值观陷阱。我有一个观点啊，心肠软的人千万不要创业，容易被弱势价值观绑架的人也千万不要创业。我之前有个咨询客户，李总是一个典型的好人，他能记住每一个下属的生日，并且准时在那一天送祝福和发红包。他很懂得顾全下属的面子，对那些工作没做好的员工暖心安慰。不仅这样，他还跟下属吃在一起，玩在一起，来拉近关系。唯独一点，公司业绩不好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调研评估完以后，告诉李总，他的一个销售总监必须换掉，因为这个销售总监不仅能力不行，还喜欢给销售穿小鞋，直接影响了整个公司的业绩。结果李总说，老王销售总监，他老婆刚生了2胎，他也跟了我7、8年，能用就继续用，还是不要换。我说，老王要养家，其他销售员要不要养家？其他员工要不要养家？李总说要。我说，因为这个人的存在影响了其他人，影响了整个公司。第一，导致这些人没办法达到公司考核标准，他们最终被公司淘汰了。第二，让这些人没有学到真本事，个人能力在人才市场上不断贬值，你觉得你愧对他们吗？张总说，理是这么个理儿，但是总之就是老王不能换。我听完就知道，李总再想把公司做大，恐怕是难了。在中国公司里，往往都有2种价值观并行，一种是弱势价值观，信奉弱势价值观的员工最喜欢跟老板谈苦劳，希望用情感感化老板，获得额外的赏赐。赏赐这个词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刺耳？可弱者就是喜欢屈服和依附，这也不怪他们，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文化属性决定的。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个人发迹全靠皇恩浩荡，把祈求上位者的赏赐，
当成是跨越阶层的主要途径。但信奉强势价值观的老板的最烦听这些，因为情感只会弱化团队的执行力，出了问题很容易对人不对事，搞到最后老人是挺舒服的，但新人全成了受气包。长此以往，表面上所有人一团和气，实际上狼群变成了羊群，抱怨、推诿、扯皮成了常态。最后这些人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社会，一旦混得不好，就会很自然地去怪社会、怪公司、怪时运不济、怪爸妈、怪自己的家境不好。但如果不从自身找原因，抱怨多了就成了戾气，有了戾气，人也就快废了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强势价值观，他们不会做道德绑架和情感绑架，他们相信价值交换，他们信奉管理就是严肃的爱，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，就是为了获得成长。而公司价值观的源头一定是来自老板本身。如果一个老板总是被弱势价值观绑架，就相当于带着一群羊走进了狼窝，唯有践行强势价值观，才能带出来一个有血性、能打仗的团队。因为弱势价值观削弱战斗力，强势价值观练就血性。创业本就是九死一生，虎口夺食。作为一个创业者，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心理能量，远离原生家庭陷阱，远离底层圈子陷阱，远离弱势价值观陷阱。心无旁骛，手有利刃，才能披荆斩棘，遇见光明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